瞬间发出巨大的声响，那个防撞浮筒瞬间化为齑粉，164舰被撞侧肋，它继续高速前进，头也不回的消失了，留下船头被彻底切掉的海警3104舰。海警3104舰船头的2位士兵应该已经化为齑粉，剩下因为他船头站着好多人，剩下几位士兵在巨大的惯性中被甩到海里落海。菲律宾海警船能看到海上有救生衣和浮动的人头人脑袋就是今天上午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天气晴朗，无风无浪，略有浮云，简直是美的不能再美了。中国海军2艘舰艇要严格的说是中国海军的1艘舰艇和中国海警的1艘舰艇。海军是南海舰队大型驱逐舰叫桂林舰，舷号164，它是1艘7500吨级排量的056级导弹驱逐舰，中国最先进的之一也是最大的之一。我们大区的说的是它。另一艘是中国海警巡逻舰，编号3104，排水量1500吨，属于前中国海军的052级导弹护卫舰你们可能没有军事常识的，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叫护卫舰就是最小的当然你要跟我抬杠，你说还有他妈艇的对，就是咱们说远洋海军、蓝水海军的护卫舰是最小的，1500吨左右，这叫护卫舰。到驱逐舰呢是4500吨以上，5000吨叫驱逐舰。但是中国呢最近造舰丧心病狂所以中国造出来了10000吨级的驱逐舰就是7500吨、8000吨级的驱逐舰，这都中国特色，下饺子一样出来。所以呢它是2艘大型的中国军舰，1500吨护卫舰已经很大了，100多米长这2艘中国军舰当时正在追逐3艘菲律宾海警船相关新闻报道以我为准我在这方面真的是准专业级的，不是1艘当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有2艘巡逻艇跟中国那比它就是艇了巡逻舰其实也是，一艘叫做特雷莎马格马努阿号一艘叫苏鲁安号，还有不是3艘吗？还有个运输船补给船叫帕马马拉卡亚号。帕马马拉卡亚号是往黄岩岛菲律宾的据点送东西的补给船它3艘船正在与中国的2艘你在画面上能看见菲律宾船排水量远小于中国的大军舰，速度也慢，在2艘巨大的中国舰艇面前，他们3个像3个小老鼠。这5艘船呢正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看起来呢他们天天在玩这个游戏，已经玩了好几年了。所以呢这本来今天应该是南海的一个 Tom Jerry 的愉快的玩耍的一天。以下我们简称菲律宾船为主要是苏鲁阿号为飞船那么中国海警舰3104突然加速，就是1500吨那个突然加速，同时打开左侧水炮。很明显呢中国海警船的速度远远超过菲律宾海警船，所以很快就追上了菲律宾海警船。菲律宾海警船无法逃脱飞船无法逃离，中国海警船从容高速切入苏鲁安号飞船的尾流。大家知道那个船都高速行驶的船都有尾浪尾浪是很大的。你别看它无风无浪，这个船如果到30节的时候，尤其是上千吨的大船，它掀起的尾浪是1米多高、2米高的，它足以掀翻小船。但中国1500吨的大船不惧这个尾浪，从容切入尾流，并且切入尾流后向右急转向，从菲律宾船向右急转，试图从菲律宾船的右侧超车。为什么？因为它的水炮冲着是左边，所以他用左侧水炮，船左侧的水炮攻击菲律宾船，这是中国海警船的计划。此时菲律宾船员进入挨打之前的强直静默状态，呈现忍辱仙人状因为菲律宾船在这种中国海警的这种魔鬼实力面前，除了挨打没有办法。船外只留下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上了岁数了，比我岁数可能还差不多，一位摄影师。但是我看那摄影师的状态像船长化妆的可能是。摄影师留在飞桥观察台内侧的栏杆里边，
记住，它不是在甲板栏杆，它在观察台飞桥内侧栏杆，2层栏杆。为什么他也准备挨打啊？打开 GoPro 360，同时准备好长焦单反，就是他一个人在船外边。所有的菲律宾啊，他准备拍照存证嘛，将来跟中国人打官司用。所有其他菲律宾的战斗人员全部进入舱内躲避啊，就是Tom and Jerry 啊，天天挨打。如无意外，10秒钟以后。将会有一场瀑布横冲菲律宾的海警啊，这是如无意外，但如来他就是不来。然而这时候令人惊讶的意外出现了，中国海军164舰，就是那个7500吨的，突然天降神降一般，就好像是美国人的军舰来了，从天而降，精准的挡在了菲律宾船，这不中国海警船要超车吗？挡在两船之间。确切的说，中国海军的164驱逐舰大驱，在中国海警船接近菲律宾船的时候，突然也急加速，全力冲刺，从另一个方向，菲律宾船的左边、右边、后边各跟一个中国军舰啊，中国的那个大船从另一个方向急速冲撞菲律宾的小海警船，接近了尾流之后，90度左转弯。记住啊，刚才我说的是海警船是右转弯90度，中国的驱逐舰是左转弯90度，完犊子了。你想啊，一个左转弯，一个右转弯，他俩都在追汤姆和黑猫，都在追 Jerry， 一个左转弯，一个右转弯，会发生什么呢？撞上了。所以呢，中国海警船发现即将碰撞的时候，为时已晚，紧急右转舵，试图从船尾规避，就从那个大驱的尾部规避，这是对的啊，应该是这样操作的。你不能从它船头规避，因为一定会撞得更惨。所以，结果呢，惯性如此之大，电光火石之间，大船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菲律宾 GoPro 全程录像啊，菲律宾全程录像。中国海警船此时1500吨级的海警船出现神奇一幕，2到3名看不清楚几人，至少2个人，2到3名中国海警试图使用一个防撞垫在船头的撞击点站着等着。大家知道1500吨对撞7500吨，而且双方的速度都是极速，都是30节的极速，也就是说30节是60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加60公里每小时，我问你们，用简单的数学题算算他们的速度有多少？对撞的速度，如此冲撞1500吨的一辆汽车，撞一个7500吨的汽车是什么效果呢？人站在车头拿这个橡胶垫能挡得住吗？所以瞬间发出巨大的声响，人那个防撞浮筒和船头啊，海警船的船头瞬间化为齑粉。164舰就是那个7500吨的舰被撞侧肋啊，一路留下深深的剐痕，但没有受重伤，因为它大，所以呢，它继续高速前进，头也不回的消失了，留下船头被彻底切掉的海警3104舰。海警3104舰船头的2位士兵应该已经化为齑粉，剩下因为他船头站着好多人，剩下几位士兵在巨大的惯性中被甩到海里落海。菲律宾海警船能看到海上有救生衣和浮动的人头啊，人脑袋，失去动力，无助漂泊。海警船完全失去动力，无助的漂泊。菲律宾船发出一片欢腾，然后呢，有意思的是，菲律宾船掉头转回来救人了。这个是吧？这就好玩了。164舰自此不见，164舰自此不见呀！我操，这今天我跟你们说的就是事实啊！我全程看了菲律宾人的 GoPro 的全过程，那不可能作假，事实就是这么乌龙。首先，对死难的至少2位中国海警进行点评。这2位中国海警虽然失去了性命，而且死法极其惨重，但是这船头的这几位海警完全没有航海安全常识，这足以证明中国海军在下饺子一般生产军舰的同时，人员素质没有同步跟进。
海上两个金属巨物以60公里的速度相互撞击的时候，以60公里的时速，各自60公里啊，它就是三角撞击，它那个折线也接近100公里的速度。它如果对撞是120公里的速度，如这样的高速对撞的时候，这几个憨憨居然站在碰撞点上，试图以身体的力量、手的力量、胳膊的力量和一个橡胶缓冲垫，橡胶缓冲垫航海名词在军舰上名词叫 bomber， 就是大概像一个汽油桶一样，它是充气的，它是橡胶做的，有弹性的啊，很像是瑜伽球啊，那个东西很像。这个东西是干嘛的？是防撞的不假，但这个是船只进港靠泊，或者船只两艘船齐头并进的时候汇合，以极低速行驶的情况下，或者两艘船以同样速度在海平面行驶的情况下，就是相对速度几乎为0的情况下，减缓撞击的。因为船靠在一起的时候要蹭一下，就那一下，你们不知道7500吨是什么概念，或者1500吨是什么概念，就在码头它很慢慢的飘过去，1500吨挤那一下，如果不放这个撞击垫会变形的啊，金属会变形。它是干这个用的，是靠码头或者靠帮跳帮的时候用的。他们居然试图以这个玩意儿去阻止一个30节碰撞而来的7500吨的大型驱逐舰，试图来，我举个例子吧，大家见过那个特别危险的钢卷吗？从那个卡车上运输的钢卷，卷材，钢卷有的时候会掉下来，真的是有那个傻逼装卸工去用手推，然后呢，钢卷就像压路机一样把它压成肉泥啊！为什么？因为肉身那一个钢卷几十吨重，那你甚至上百吨重，你一个肉身怎么可能？你当它是草卷吗？所以这个是不但不懂航海，甚至不懂物理，初中物理没学过。两艘巨舰都是接近极速30节的极速追撞菲律宾船，你们可以想象一下，120公里对撞的几千吨的钢铁，它俩1500加7500，9000吨的钢铁产生的巨大的惯性和冲击力，我操！我告诉你，毫无疑问，气垫和人体瞬间成为肉泥。所以我们很精确地看到了菲律宾船拍下来撞击那一瞬间，在中国的船的船头出现了红色的水雾，红色的水雾啊，应该是人体的残骸。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几个最后的状态。那么用我的话讲啊，真相非常扎心，他们白死了啊！这几个孩子白死了，因为海军和海警可能也不好意思怎么描述这个事儿啊。这次是算怎么死的呀？啊，乌龙，这是他妈事故、牺牲、战斗都不是。所以呢，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独裁者的这个宣传机器。因为我小时候看过这样一篇文章课文啊，说是志愿军在朝鲜跟美国打仗，美国飞机把志愿军的铁路炸了，然后那个志愿军的英雄就跳下去，用手啊，用胳膊一扛啊，那是因为军列飞驰而过，我操，来不及修了，一扛，火车从他的肩膀上开过去了。我真信了，我当时小时候深信不疑，而特感动。我盼着迟早有一天我也有机会扛一次火车。长大了我才知道，男人的肩膀除了扛小少妇的大白腿和200斤的麦子，是扛不住伟大的其他的东西的。这个伟大我们扛不起来啊。第二，我们来解读一下海上交通安全常识啊，这个是专业的啊。记住啊，无论是船还是飞机，采用同样的交通常识，空间、空中和海面它是一样的啊，它跟陆地不一样。所有的航空器或航海器都有2个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叫航行灯。记住啊，左红右绿，跟我重复，左红右绿。所有的飞机你看到都是左红右绿，不可能反过来，左红右绿是世界规则。那么航船或飞机左侧这个灯是红的，你见着就停下来，明白吧？右边的灯是绿的，你见着你往前冲，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给你翻译成人话，就是以船的首尾线把这个船长的眼睛就开船的这个人眼睛，或者开飞机的人眼睛冲着前方，把
把它的空间啊，把它眼前的世界分成2个半球的话，你右边的半球是爷爷，左边的是孙子，所有的右边半球的船或飞机优先通过，你必须避让，而左边呢你不用考虑。这就是海上交通的基本规则，避让规则。那么当然我说的是正常航行啊。那么今天这个场景如果是正常航行的话，那么责任在海警。为什么？因为在驱逐舰舰长的眼中啊，驱逐舰如果我是菲律宾的船，我的头是菲律宾船，2艘中国军舰这样追击的话，这样追击对不对？这样撞上了吧？那么这样追击的话呢，那么在左侧的是海警船，右侧的是驱逐舰啊。驱逐舰的眼睛里边，海警船在它的左侧，所以他不用管它，他是孙子。海警船的眼睛里边，驱逐舰在右侧，他必须规避。这是今天的正常交通啊，正常交通。海警船船长的眼睛里边，驱逐舰是从右边过来的，所以你必须向尾部切入驱逐舰的尾流规避。当然，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小船要规避大船，比如说航空母舰来了，所有的船都要避让啊。但是我说的是正常交通场景啊，不属于路怒范畴啊。今天这个海上交通场景应该属于极度暴躁的路怒范畴，甚至是在别车的范畴。所以呢，普通海上交通规则无效。中国海警据说内部调查，目前发布的内部调查结论是，海警3104船执行任务合情合理合法，无任何不当操作。也就是说，中国海警先发制人，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海军164舰。那么中国海警跟海军为什么是2个部门，但使用的军舰又都是护卫舰改过来的呢？因为中国海警成立于2013年啊，就是老习上台成立的，由原来的海监、公安边防海警、农业部的中国渔政执法、交通部的海事局啊、港口海警，各个单位在水上的执法力量整合形成了中国海警。2013年、2018年归入武警指挥啊，大家长了个知识，海警归武警指挥。所以呢，海警归武警指挥，军舰164、056归南海舰队海军指挥，它是2个不同的部门啊，都是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但是它不是一个体系的。那么第3个重点就来了，海军164舰撞击以后，为什么没有回来救援呢？难道他赶着去奔丧吗？那么如果我是海军164舰舰长，我忽然发现海警船居然没有避让我，居然没有让我优先，因为我们2个在共同行使同一个追逐任务的话，我大他小，我在右他在左，他居然没有规避我，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加速冲出，这是对的啊，因为加速冲出才能规避跟他相撞的，否则的话就是迎头对撞更惨。那么争取在他前面切过去，这个没什么毛病。但是一旦发现他撞击我舰，就是有舰撞击我舰发生误操作，我的口令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指令应该是左发停车，左发就是叫左螺旋桨，大家知道它双轴的啊，左发停车，右发进2，就右发前进进2。这个时候这个护卫舰他们俩这么撞了，这个护卫舰冲出去了，左发停车，右发进2，它就转回来了。同时左满舵，它就会转一圈回到撞击的原位，等于它画一圈就回来了。这是它正常的，就是左发停，右发进2，这是应该它下的指令。然后左满舵，很快它就回来，不超过1公里它就能绕过来啊，几百米1公里它就能绕过来，而不是它现在的操作是不打舵啊，就是直舵。应该是如果它是5档的话，左五右五啊，前进就是左右双发都是前进5，就是高速极限飞出，对吧？这就是抢着去奔丧才是这个打法。所以今天中国海军164舰的舰长极其不专业。如果说海警不太专业，没有行使海上规避原则，那是因为大家在路怒在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海军164舰在碰撞已经发生之后，居然不进行有船救援，而是绝尘而去，到了也没回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交通肇事逃逸了，你们知道吗？这就是说明我们中国的海军
和中国的海警完全没有战斗协调机制，双方在共同水域遂行同一目的的战斗任务的时候，同属于天朝海军天朝军队的时候，彼此之间居然不沟通、不协调，肇事之后还能逃逸，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跟你说，菲律宾人都傻了。菲律宾人完全傻，菲律宾人开始是想救的，第一反应菲律宾人是逃。大家看那个录像，菲律宾人第一反应就是一看撞了，欢呼，同时加足马力快跑。为什么？因为菲律宾人发现海军164桂林舰没减速，他怕桂林舰报仇，他快跑。结果他发现164比他跑得还快。这哥们 Jerry 本来是 Jerry 想快跑，因为他看见黑猫跟汤姆撞了。操！他本来是赶紧跑，结果一看汤姆被撞死，正在抽抽，然后黑猫比自己跑得还快， Jerry 一时产生了老兄弟的怜悯之情，所以 Jerry 回来了。我操！我们天大的讽刺，就是落水的中国海警官兵是 Jerry 救起来的就是 Jerry 的新闻发布会说我们把他救起来进行抢救。我操！这太丢人了！我操，你妈的黑猫跑了，剩下蓝猫自己在这抽抽，然后杰瑞耗子过来把他救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好比历史有这么一幕好比皇军和关东军。日本崛起的时候也很潦草，关东军和皇军之间也互不隶属。没想到关东军不属于皇军关东军后来才是，就是满洲国之前北洋时期，关东军是关东军，关东军叫南满铁路护卫队这是不是军队？皇军当然就是正规军了。所以关东军和皇军在早期侵华战争中的协调也是经常是汤姆和黑猫撞到一起，然后黑猫跑了，然后汤姆自己在那抽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我再说。这他妈这太有意思了